特朗普下令美国养活了解放军要中国报恩，还要财长找中国要好处。这一阵子中日关系那个氛围啊，大家也感觉到了，有点紧张。为啥呢？还不是因为那个高市早苗吗？这个一大骂那可真是铁娘子没当成，倒成了铁头娃。他最近那些言论啊，那叫一个激进。中方这边呢，咱们主打一个气定神闲，咱们就在这看着，看你能不能翻出花来，看你敢不敢真动手。咱们讲究的是听其言观其行，你要是真敢迈出那一步啊，咱们正好来个双喜临门，新账旧账一起算，对吧？但是跟咱们的淡定不一样，高市现在可是有点如坐针毡，屁股底下长钉子喽。为啥呢？因为他心里慌啊，日本这帮右翼政客的心思咱们门儿清啊，他们就是想借着美国的势狐假虎威，突破那个什么和平宪法的限制，把这个日本的军权给弄完整了，想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所以他们在等啥？在等美国大哥发话，在等美国大哥站台。前两天好不容易等来个格拉斯的声援，高市这心里刚想，哎呦喂，妥了，大哥支持我了，我要支棱起来了。结果呢，反转来了，这个脸打的那叫一个响。美国突然宣布啊，把那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给撤走了。各位，这招太损了，这就好比两个小混混约架，日本这个小弟说，大哥我冲了，你拿刀在后面顶着我。美国大哥说，好嘞，你冲吧。结果这个日本刚冲出去2步，回头一看，这个大哥把刀给收回来了，甚至转身去买热狗了。那这把撤走低风系统啊，直接把高市给晾在那儿了。这说明在美国眼里啊，这日本就是个耗材，就是个这种当我不一定要上，但你必须得送死的角色。一边把威慑性武器撤走，避免跟中国直接硬杠，一边还鼓励日本往中国的钢铁洪流上撞，这就是纯纯的把高市当猴耍呀。那高市这会儿呢，估计在家里面都要哭晕在厕所了。大哥不带这么玩的呀，毕竟我们见面时很恩爱呀。如果说高市是坏啊，那特朗普这就是怪的没边了。最近咱们这个川建国同志啊，可能是觉得头条不是他，心里不舒服呀，他就寻思着呀，不行，我得整点活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知道我还活着呢。于是乎，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就在10月18号，特朗普在一场会议上被人问到中日的局势，你猜他咋说的？他大言不惭的来了一句，中国应该好好感谢我，中国的军队那都是我养活的。我跟大伙儿翻一翻他的原话啊，他的逻辑是这样子，他说中国利用中美贸易赚了7220亿美元，这是因为有了这笔钱，中国才能建设这么庞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呢，中国要报恩，要感谢他特朗普。哎呦呦，我的天哪这每个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块儿我就是听不懂了呢？哎，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式逻辑吗？咱先不说别的就这个报恩这俩字啊，从这个特朗普嘴里说出来，我都觉得烫嘴。这就好比我去你家超市买东西，我买了你一箱苹果，给了你100块钱，这钱货两清了吧？这钱是你赚的吧？哎，结果过了2天呢，你用这100块钱去买了把锁，把你家门给锁上了。我跑过去跟你说，哎，你这把锁是我给你买的，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把这个门给打开，让我进去随便拿。你说这要是搁在大街上，是不是得被人送到精神病院去啊？是特朗普啊，现在就这个逻辑。他觉得这个美国跟中国做生意啊，美国有了贸易逆差，中国赚了钱，所以中国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美国赏的。哎，你是喝了多少假酒啊？哪怕有一粒花生米，你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啊。那既然这个特朗普啊把这屎盆子给扣过来了，咱们就得给他把道理讲清楚，虽然他也听不懂，但是咱们也得让明白人听听这个事有多荒谬啊。首先呢，特朗普说咱们的军费啊是靠中美贸易顺差的7220亿美元供养的。朋友们，咱们来看看数据啊，咱们的国防部早就公布了，2025年咱们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81亿人民币左右。那这笔钱哪来的？那是咱们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纳税纳上来的呀，是咱们国家财政拨款，这每一分钱都是咱们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干出来的，跟你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有半毛钱关系吗？那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个企业赚了外汇，那也是企业通过合法劳动生产产品换过来的。这美国人买咱们的衬衫，买咱们的玩具，买咱们的机械零件，那是白送的吗？那是因为咱们的东西物美价廉啊，是因为你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你花钱买东西，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生活需求，完了你还说是你养活了卖家，这种消费者上帝论能不能别用到国际政治上？太 low 了。
再说了啊，咱们看看美国的军费，2025年美国军费预算是多少？超过了8000亿美元。这特朗普还嚷着要破万亿呢。咱们中国的军费跟美国比起来，那可真是勤俭持家哦。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美国军方买个咖啡杯都得几百美元，买个马桶盖都得几千美元，那叫合法贪污。咱们中国军费花在刀刃上，同样的钱，咱们能造出更多的军舰，更多的飞机。这特朗普不反思自己家的军费为什么那么高，这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反而盯着咱们这儿，也就是买2袋抻头的钱说事，这不就是典型的碰瓷儿吗？还有这个7220亿美元的数字，这特朗普是怎么算出来的？咱先不纠结，但是这笔钱呢，中国拿的是理直气壮。为啥有顺差？第一是你美国人不争气生产不出那么多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只能买咱们的呀。这第二呢，咱们想买你们的高科技产品，想买芯片，想买高端设备来缩小这个逆差，结果呢，你特朗普不让卖你自己把门关上了，不卖值钱的东西给我，只卖大豆玉米，那你怪谁那现在你反过头来说我赚了你的钱，这就像是你自己把家里面值钱的古董给锁起来，非得让我买你家地里的烂白菜，那完了还怪我攒下钱没处花，这道理讲得通吗？这肯定有人要问了这特朗普是真傻吗？他不知道这个逻辑不通吗？各位千万别觉得他傻他真是坏。他这时候抛出这个养活解放军的怪论，其实是一石二鸟，背后全是算计。首先呢，他这是在给他的关税大棒找借口。大家知道这个特朗普最大的爱好就是加关税那之前他那些关税政策被不少经济学家骂，说会推高美国国内物价。现在美国最高法院都在讨论他是不是违宪了，这要是判下来他总统生涯都得受影响，所以他得换个说法他不能说我想收保费，他得说我是为了国家安全。你看他说中国用贸易赚的钱来搞军事，那他加关税就变成了遏制中国军事扩张，保护美国安全的正义之举了把这个经济问题政治化、军事化，这就是特朗普的拿手好戏。其次呢，他在向他的金主和选民表态你看那个贝森特就是那个可能的财政部长人选，前2天不也威胁咱们吗？说中国稀土不松口就要加倍反制。特朗普这是跟他们唱双簧呢，一边呢批准对台军售，把咱们那点微薄的护线撕得粉碎，一边在舆论上造势，把自己打造成对抗中国的英雄。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咱们中国呢又成了他拉选票的背景板。最后呢，咱们顺着特朗普这个奇葩逻辑咱来捋一捋，到底谁该给谁报恩？这特朗普说是中国赚了顺差，所以咱们要报恩。那好，咱们反过来说，这几年美国通货膨胀那么厉害，这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是谁源源不断的提供便宜好用的商品，帮美国稳住了物价？是中国。要是没有中国制造，美国老百姓买个微波炉都得贵好几倍，这算不算咱们对美国有恩？再有咱们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救了多少美国豆农？咱们在半导体原材料上虽然有管制，但也没有彻底断供吧？这算不算对美国工业有恩？这更重要的是之前中美达成某种程度的休战期，让这个特朗普、拜登这帮人能喘口气去处理他们那一团糟的国内烂摊子，这算不算咱们的大度？算不算有恩？那如果按照特朗普那个花钱就是大爷，谁获利谁报恩的逻辑那美国是不是得给咱们磕一个？是不是得让赖清德让这个高市早苗这帮捣乱的赶紧来负荆请罪？但是这种事特朗普会做吗？当然不会啦，他的字典里只有我要赢，没有双赢，更没有感恩。所以朋友们，听完这一圈大家心里就该有数了。高市在那等着美国救场，结果等来个寂寞。特朗普在这大言不惭要报恩，其实就是一肚子坏水。这两边的操作看似热闹，实则是虚张声势。对于特朗普这种要中国多买美国货来报恩的鬼话咱们压根就不用理会。这就跟听那个醉汉骂街一样你理他你就输了。咱们该干嘛就干嘛，咱们的军费那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看谁脸色。咱们的贸易那是凭本事赚钱，不是谁的施舍。世界越乱呢，咱们越得稳。看着他们在那儿演下，咱们就当个乐子。反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是螳臂挡车的那个，谁是顺势而为的那个，时间最后都会给出答案。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特朗普这番逆天言论，大伙儿要是觉得还没骂过瘾欢迎在评论区接着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